日本野外出现驴头狼。6月中旬，在日本兵库县有不少居民相继报告，自己发现了一种神秘动物。它们脸型瘦长，有一对小耳朵，身形酷似猎狗。也有居民猜测它们可能是小袋鼠，但由于体表没有皮毛覆盖，所以看上去十分丑陋。据日本兵库县的一位女子介绍说，我是起早外出干活的时候看到它的。这种动物浑身上下没有毛，脸还特别长，面目狰狞的样子很吓人。因为不知道这是什么动物，又担心它会发起攻击，所以我选择了绕道。现在想想都后怕不已。实际上，一些中国网友在看到这只动物时大呼：“这不就是驴头狼吗？”为什么中国网友认为日本这种神秘动物是驴头狼？这里是150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我们先来看看这张传闻中的驴头狼照片。看起来这两种动物确实都全身灰黑，没有皮毛，面貌丑陋。驴头狼究竟是什么动物？它和日本发现的这种神秘动物真的是同一种生物吗？驴头狼其实是存在于我国上个世纪的一种神秘传说动物，至于它是否真实还没有得到验证。据传说，在1977年5月，神农架大概有10几位村民发现有2只驴头狼在桥下偷吃农户家养的猪。这2只驴头狼见到多人前来驱赶它们，也丝毫不害怕。据目击者形容，驴头狼的体型很大，身体大概有2米长，身高也有1米多，是绝对的大型食肉动物。它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驴头狼身，就像把驴脑袋接在狼身上一样。后来到了80年代时，由于很多村民都目击了驴头狼的身影，所以中科院与湖北省就组织了一个考察队。结果走访半个月，只搜集到诸如粪便、毛发等证据，结果化验的结果还不是驴头狼。这件事也就此无疾而终。直到本世纪以后，就几乎没有听说过驴头狼的传说了。从上面的描述来看，驴头狼身长2米，应该是一种大型食肉动物。但是这和日本民众看到的神秘物种特性不符，因为当地人说他们发现的神秘动物可能是小袋鼠或者猎狗，说明这种生物是一种小型动物。为了解答真相，日本专家们根据村民的描述和一些照片推测，这可能是狸猫。这不对吧？狸猫不是长这样的啊！实际上，经过鉴定，这种神秘动物还真的是狸猫，只不过它是一只患有传染性皮肤病的狸猫。其实说它是狸猫也不准确，因为日本的狸在中国常常被翻译为狸猫，但这是一种错误的翻译。另外，因为它与小浣熊过于相像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都把日本狸猫当作浣熊，然而这也是错的，因为日本的狸在中国一般被称为河，一丘之貉的貉指的就是这种动物。河的长相与浣熊十分相似，因此常常被误认为是浣熊，但实际上浣熊是浣熊科的动物，而河是犬科动物，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还不如河与狗的亲缘关系。明明很可爱的河，为什么会变成这副丑陋的模样呢？其实是因为它得了传染病，这个传染病就是疥疮。疥疮是通过皮肤上的寄生螨虫传播的，它会引起动物全身瘙痒和脱毛。其实一些家猫也可能会染上疥疮，不过猫疥螨是一种较为少见的皮肤病，多发生于多头饲养环境，也有可能会传染给狗、兔子以及人类。据日本专家说，这种传染病并不是现在突然出现的，它已经在兵库县内的河种群中流行10多年了，现在甚至已经传染到当地的野猪和熊身上了。日本专家警告人们千万不要接触，也千万不要随意投喂。说实话，看到这种可怕的面貌，估计没有谁会想去抚摸它们吧。不过我们人类不去主动接触，不代表我们就很安全了。事实上，河这种动物已经开始入侵农村居民区和城市，这会导致人类感染上疥疮的可能性大幅提高。近年来，由于人类活动和其他物种的影响，河在野外的栖息地逐渐减少，生活习性逐步改变，他们的目光也就开始转向了城市。去年，在我国上海、武汉等地都有河的身影出现，甚至一度上了央视新闻。上海还发布了河地图，专家团队预估河在上海的数量已经超过了5000只，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的增长。河不像一般的犬科动物，它的犬齿并不大，臼齿也比较平，是一种杂食动物，即使没有大鱼大肉，也能啃点草根灌木。
广泛的食谱让它能从人类丢弃的生活垃圾里找到食物来源，而且比起野外，人类制造的生活垃圾无疑更加简单易得。在某些地区，有人甚至会因为河可爱的外貌主动投喂它们食物，因此在城市中，河也算是衣食无忧了。解决了吃的问题，接下来就是住了。在城市中，一些墙体的缝隙、废弃的建筑、下水道等，对河来说都是不错的居住环境。甚至他们有的还可能寄居在垃圾堆里，在里面找吃的。疥疮就够可怕的了，这万一再感染上其他神秘细菌病毒，任由它们在人的居住区乱窜，岂不是更加危险？有不少网友说，这肯定是日本随意排放核废水的结果，所以引发了生物变异。之前，一个日本科研团队在巴掌岛外的深海中发现了一条怪鱼，这条鱼体长达到了2米，外貌十分丑陋，浑身呈黑紫色，嘴巴大张着，十分吓人。实际上，日本专家已明确说明，这种河感染的是螨虫引发的疥疮，并且已经在当地持续了多年。所以，核废水导致生物变异的说法，大家还是要注意辨别。另外，在我们身边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，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有上千只河，这既能体现我们现在的生态环境变好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一些麻烦。由于野生动物身上可能存在某些致病细菌，所以我们如果在城市里看到一些长相可爱的野生动物，千万不要随意投喂和接触，以免感染细菌或者被它们抓伤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